面对小朋友的无限作妖，本应到了跳广场舞年龄的大叔都练就了一身铜墙铁壁。这一切还得从大雄单纯的以为地平线是一条地铁线路开始说，结果连老爸也不知道地平线是个啥。果然有其子必有其父，大雄回到房间，二话不说就让蓝胖子拿出地平线。可蓝胖子也不是万能的，失落的大雄打开窗户，可一望无际的40米大高楼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地平线。虽然蓝胖子拿不出地平线，但能做出来。只见蓝胖子拿出地平线胶带，将一面墙变成了地平线，瞬间墙壁消失，形成了天与地的交界线。两个小家伙跨过胶带，来到一望无际的异次元。这里可是无限展开的空间，平时办不到的事在这里都能做到。大雄一开心就想先睡他3天3夜，给蓝胖子气得鼻子都摔肿了。这时胖虎和小夫正在空地上踢球，胖虎一记陈年老脚将球踢进了沈城先生家，差点又砸碎了沈城先生家的玻璃，就连门前玩轮滑的萌妹子也被说上了2句，这完全剥夺了小伙伴们玩耍的空间。大雄也是有好事第一个想到小伙伴，迈着王者归来的步伐将众人带回了房间。这下小伙伴们可以痛快玩耍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打碎沈城先生的盆栽了。胖虎一记陈年老脚被蓝胖子顶飞，又被小夫传走，可到了大雄这里就成了平地摔，捡个球都是体力活。场地足够大，轮滑也可以无限畅玩。除了原地踏步摔的大雄，面对媳妇儿的关心，又来了个2连摔。胖虎不爱轮滑，非要来个3天3夜个人演唱会。在即将被灭团前，蓝胖子赶紧掏出骆驼机器人，建议胖虎换个东西玩玩。这下大家总算得救了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爱玩的东西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一转眼就到了晚上离别的时间。离别前，静香向蓝胖子借走了地平线胶带。蓝胖子本准备撤掉胶带，却被大雄拦了下来，而理由竟然是被老妈教育时可以有足够空间躲避。话音刚落，女帝老妈杀到，两人跨过胶带，蓝胖子赶紧掏出骆驼，变成赛跑模式，疯狂逃命。这下终于甩开了老妈，可老妈追大雄，蓝胖子你跟着一起跑个啥？累虚脱的老妈不小心碰掉了胶带，地平线消失了。眼看跑得差不多了，蓝胖子停下了骆驼，因为这里是没有太阳没有星星的世界，如果丢失了方向就永远回不去了。面对永远留在这里和被老妈教育，大雄选择了后者。可蓝胖子驾驶着骆驼走了好一会儿，也没看到出口。这时骆驼也没电了，两人只能选择徒步。可蓝胖子一会儿说左边，一会儿又说右边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。蓝胖子断定胶带脱落了，两人回不去了。可大雄倒是乐观的很，咱们不是还有任意门吗？可这里是异次元空间，只有胶带才能离开这里。一想到要在这里度过余生，从一个小学生变成花甲老人，大雄暴跳如雷。可不让撤掉胶带的明明是大雄自己。于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两人终于对对方下手了。打累的两人终于冷静了下来，开始自我批评。突然远处一道亮光让两人看到了生的希望，跑出了奥运会冠军的架势。此时的静香正在享受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，远处突然传来脚步声，然后2名大汉就跳了进来，高兴的连妹子都不看一眼。如果小伙伴们有地平线胶带，最希望在地平线里做什么呢？